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1月7号。比特币这几天行情波动大，有朋友是担心程序有信号，应该要怎么操作？因为上一次比特币在7月13号，程序是给了一笔做空的信号，后面是从31000美金跌到25000美金。那前面2天在这个位置，程序又给了一笔做空的信号，价格大约是在38000美金。朋友是担心会不会有跌下去啊？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只是盘整啊，不一定会下跌。牛市希望朋友们还是减少做空，我是选择有信号继续做多，包括手上的多单也是一直选择在持有。或者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减半倒计时150天，为什么大跌都是买入的机会？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，包括以太坊或者是狗狗币的一些支撑位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 Vegas 指标，有朋友是担心像这个位置会不会这样子跌下去，或者这个高点会不会这样子又跌下去。希望朋友们要去看一下，就是 Vegas 的腰市是跟576、676的通道，它目前是金叉的结构。所以跟上一次这个位置是不同啊，当时腰市是还没有金叉这个576跟676的通道，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只要比特币这2条线有在黄金交叉，一般希望朋友们如果真的有下跌，你要站在买方。19年是涨幅有一点猛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在20年它这一个指标，其实整个3到4年的时间牛市的结构下，它这2个指标只要是在黄金交叉的结构有大跌，希望朋友们要重新买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到2017年的牛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只要这2条线它在黄金交叉，每一次有大跌，特别是如果有重新测试这个腰市式的通道，想做100倍的杠杆，就找这种点位啊。所以这个方法今天也交代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啊，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大跌你要继续买入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也就是明年的4月19号，所以现在的时间距离明年4月19号产量减半的时间只剩下5个月的时间，3×5=15，150天。那我们回到比特币周线的图表来看一下这个产量减半的时间，在历史上或者是产量减半前后，一般会有哪一些波动迹象啊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2020年5月份的时候，比特币产量减半，它在产量减半之前有可能会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大崩盘，或者是产量减半之后如果没有大跌，它有可能不一定会动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产量减半之前，它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大涨的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产量减半之前的这个位置，它也是在产量减半之前会有一波提前炒作的预期，就是会有一波大涨，然后在产量减半之后，反而有可能在产量减半之后的8周左右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跌幅。所以我的观点，目前有可能就是产量减半提前在炒作上涨的预期，短线这个位置不排除是不是在震荡，有可能在产量减半之前，比特币还是会继续挑战这一个 48K， 然后在产量减半的位置，就比如20年的这个位置，我们要去留意一下，它有没有可能像2016年会有一次大跌，或者是不大跌，它有可能还会有8到9周左右的横盘，后面有可能牛市会更加的疯狂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减半的图表，在历史上你要抄底的位置也是有一些周期性哦。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135周的时间周期，是怎么计算的？就是从比特币上一次产量减半开始计算，到这一个底部的时间是接近134周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 15K、16K 的底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比特币产量减半2020年的5月份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它的时间也是在130周左右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底部的位置，也是这一个 DCA 的位置，它时间也是135周。我们可以从上一次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2012年左右到这个位置，它也是130多周。
所以比特币历史上的牛市或者是熊市的底部，它是存在高度周期性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这几个利润爆发的位置，也就是比特币从产量减半开始到40周左右，有可能就是获利的黄金周期啊。不过当时比特币在20年或者21年的这个区间，它后面的利润并不是很可观啊，因为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回撤，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就有预期，美联储未来要开始加息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2015年、2017年的牛市，也就是产量减半的位置开始计算，到这个位置第40周开始是比特币获利的黄金周期啊，后面就是一大波，继续达到比特币高位，从产量减半的时间开始计算，到80周左右，有可能比特币会见顶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的牛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产量减半时间的这个位置，计算到这个位置，第40周后面开始也是继续大涨喷出去的行情。不过第80周我们要注意风险啊，比特币有可能是不是已经见顶了，或者要开始进入熊市去寻找它的底部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，比特币目前距离产量减半的时间只有150多天了，在明年的4月19号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，我是相信应该会挑战这个 48K 的高点。如果比特币后面有继续上去，我们要留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大跌，不大跌要小心会不会在这边盘整，后面真正的大利润有没有可能在明年的4月份，会不会整理个7到8周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开启一大波疯狂的上涨。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啊，也就是从4月份开始，如果比特币进行了80周的上涨，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的10月份，到时候要留意是不是有这种80周的高位的风险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几个支撑位啊，因为前面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有跟朋友们提到，就是这个支撑位，我的观点也可以修正为中线的一个支撑啊，或者就这2天的下跌啊，这个低点的位置就看你敢不敢买啊。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是要短线操作，有可能它这个位置还是在区间震荡。如果要赌长线，那我的观点，买入如果是在这个区间，你可以把防守止损设在自己的成本位去赌有没有可能大长线的利润。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狗狗币短线的几个支撑位啊，因为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，就是这个支撑位或者是后面的这个支撑位有破过，但是最终在这个支撑位有几个下影线它也是守得比较结实。那现在包括这个白色的压力位目前已经是挑战了，我希望朋友们有多单一定要抱住，因为最近应该是有事件，包括马斯克那边的新建有可能是不是在周6会不会发射，所以很多喜欢狗狗币的粉丝朋友，我也是希望朋友们尽量给我抱住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